自然存在的河湖，对人类来说，始终是一个充满神秘感的领域。我们不禁好奇，水下的世界是否真的存在史前生物，如水怪？说到水怪，大家首先想到的一定是尼斯湖水怪。它的出现，使得水怪现象开始进入人们研究的视野。后来在世界各地不断出现了许多关于水怪的传说。那么，水怪真的存在吗？世界上流传着哪些水怪的传说呢？大家好，我是兔哥。如果你也跟我一样对水怪的传说充满了好奇，那一定不要错过这期节目了。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探索世界各地的水怪传说。第一，摩拉哥水怪。在苏格兰，除了人们熟悉的尼斯湖水怪外，还有另外一种同样极富传奇色彩的水怪，那就是摩拉哥水怪。虽然关于摩拉哥水怪的最早目击记录可以追溯到1887年，但是因为当时没有留下水怪的任何具体信息，毕竟那时候可不像我们现在一样，掏出手机就可以把画面拍下来，然后发个朋友圈。那么直到1969年，才有一次人类近距离遭遇摩拉哥水怪的记录。当时一艘在苏格兰摩拉哥湖上航行的小艇，突然砰撞到了一个奇怪的生物。当时小艇上有2个人，分别是邓肯·麦克唐纳和威廉·辛普森。他们当时惶恐至极，立即用船桨猛击水下的生物，但是都无济于事。后来麦克唐纳干脆拿起猎枪向水怪开火，这才成功将其击退。据他们描述，那只水怪呈黑色，长大约7到9米，皮肤非常的粗糙，而且身上有3个凸起物一直露出湖面，而它的头部竟然可以露出湖面达5米。时间到了1977年，一位名叫林奇的女士称，其拍到了2张摩拉哥水怪的照片。照片上，一只奇怪生物在湖中游动，其中一张照片还可以隐约的看到怪物的背部的凸起物。因为同在苏格兰地区被发现，所以有人认为摩拉哥水怪可能与尼斯湖水怪类似，同属古代蛇颈龙的后代。但是蛇颈龙的头部又不像摩拉哥水怪那样抬起。虽然后来很多探险队对摩拉哥湖进行了个仔细的搜索，希望能够找到摩拉哥水怪的踪迹，但是至今还是没有取得什么实际性的进展。第二，纳火里特水怪。早在19世纪，阿根廷地区就有关于纳火里特水怪的传说，但是一直都没有任何证据记载。曾有一家叫博内诺斯亚尔的动物园组织过一次探险活动，试图找出水怪，但是最终还是没有任何发现。1922年，纳火里特水怪出现在一家媒体的报道上，报道称有当地人亲眼看到，在阿根廷境内的纳维尔华皮湖内有一只巨大的、背部高高隆起的水蛇状的动物。人们猜测这可能就是传说中的纳火里特水怪。根据目击者的描述，很多人推测这只水怪可能是侏罗纪时代的蛇颈龙的后代，但是很多人都认为仅仅从外貌上推测，而没有任何的证据，是比较荒谬的。因为恐龙早就被科学证实是在几百万年前就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了。时间来到1960年，阿根廷海军在执行任务时，无意中探测到水下有一个神秘的物体，他们紧跟其后追踪了18天后，失去了目标。于是
关于纳火里特水怪又有了另外一种猜测，它可能是一艘神秘的潜水艇。但是几乎与此同时，1960年2月17日，一份美国报刊上刊登了一篇让所有人目瞪口呆的报道。报道称，苏格兰的尼斯湖水怪游到了阿根廷，这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。从苏格兰到阿根廷，跨越了整个大西洋啊！但是报纸还同时刊登了尼斯湖水怪横越大西洋完成迁徒的详细路线，让整个报道变得无可反驳。那么似乎是为了验证美国报纸报道，就在2个月后的4月17日，阿根廷当地的报纸上也刊登了一个无名摄影师拍到的照片。照片清楚地显示，在宽阔的海面上出现了一个蛇形动物，因为它和1922年媒体的描述极为相似。人们认为这2张照片所显示的就是诺火里特水怪，但是它究竟会不会真的是从北苏格兰远游到阿根廷呢？没有人知道。第3，奥古普古水怪。在加拿大最著名的水怪应该是奥古普古水怪了。早在欧洲移民到这里之前，当地的印第安人就有着这样一个传说：在奥卡纳根湖中生活着一头巨大的怪兽。传说中的奥卡纳根湖位于加拿大的哥伦比亚省，住在这里的印第安人还一直把怪兽当作是一种狐魔。他们认为每次划船进入该湖前都应该先祭祀一番，否则狐魔会在暴风雨中出来索命。19世纪中期，携带现代文明的白人定居者不断来到这里，他们自然不会相信这里关于狐魔的传说。直到后来，目击水怪的事件不断出现，才使得这些现代人开始关注这个水怪。第一次关于奥古普古水怪的记录是在1872年，目击者约翰哈林森夫人说，他看到一艘小船正在横渡奥卡纳根湖，船上载着2匹马，突然被什么东西拖到了水里。船上的那个人迅速将接连马与船的绳子割断，才死里逃生。后来目击事件逐渐增多，据大多数目击者描述，水怪呈深蓝色或者黑色，长约6到15米，马头蛇身，身上有鳍或者角，游动速度非常快。有一位名叫阿林格尔的作者还专门写了一本书叫《奥古普古》的书，专门描述有关于奥古普古水怪的情况。虽然目击事件不断增多，但是水怪的具体模样、特性等始终不为人知。可以说，人们对奥古普古水怪的认识还完全没有超越古代印第安人传说，一切都还和传说一样充满神秘。第4，海耀湖水怪。海耀湖坐落在东西伯利亚雅库特地区，它本来只是一个偏僻的火山湖，几乎无人问津。因为这个火山湖内几乎没有鱼类，而且其深度也未曾探明。但是1964年，这座孤独的火山湖却几乎一夜之间成为了人们讨论的焦点。原因是当时在凯亚湖进行矿物测量的一组探险队宣称，他们在那里遇到了一头神秘的史前生物。当时这个新闻还被刊登在了苏联真理报上。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事情的经过也很简单。探险队的副队长格拉德基赫有一天来到湖边时，猛然发现有一个奇怪的生物正爬上岸边吃草。他躲在一旁观察，那个怪物的头很小，脖子却很长，庞大的身躯上覆盖着黑色的皮肤，脊骨上则有一块杵状物。他发现湖边有动静后，就立即钻进了水里。起初，其他队员都觉得这可能是
格拉德基赫产生了幻觉。然而，那只水怪后来又再次出现了，被探险队的队长和数名队员看到。那名队长描述说，平静的湖面突然冒出水怪的头，他还用他的长尾巴拍打湖面，激起阵阵的浪花。真理报报道了队员们的描述后，有人据此推断凯亚湖水怪类似于古蛇颈龙。可惜的是，由于凯亚湖地处偏远地区，没有常住居民，后来的目击事件就非常的少了。第五，斯图尔水怪。在瑞典扎姆特兰省有一个9000年前冰河时代末期形成的斯图尔湖，它是瑞典第5大湖。3个多世纪以来，沿湖居住的村民们一直宣称有一只巨大的两栖类动物常出现在湖中，村民们将其称为斯图尔水怪。虽然目击者很多，但是他们对于斯图尔水怪的描述却各有不同。一些人说它拥有蜿蜒的身躯、浅灰色的皮肤、猫科类或者犬科类动物的头部，有的人却说它身体很短，有圆形的头部。人们关于斯图尔水怪外形一直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，甚至在人们的描述中竟然出现了2种比较大的分歧，那就是有些人称它拥有水生动物一样的巨鳍，另一些人则强调它像陆地动物那样拥有强有力的后腿和前肢。这2种截然不同的外形显然没有办法得到统一。而最骇人听闻的一次记录，当属一名叫拉格纳的73岁老渔民的经历。据他回忆说，他驾驶小渔船在斯图尔湖航行时，船尾突然出现一条5米长、拥有灰褐色和黄色煞腹的蛇形生物。为了防止这条水怪掀翻小船，拉格纳开始用船桨击打水怪的背部。然而，经过一番斗争，拉格纳老人的船最终还是被发怒的水怪所掀翻，老人也掉入了湖中。庆幸的是老人靠着多年打鱼积累的经验，最终回到了岸上，活了下来。既然世界各国都有着如此之多的关于水怪的遭遇与描述，那么水怪是不是真的存在呢？关于这个问题，科学家们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结论。虽然有一些地方的人们声称目击到了不明生物，并且有些目击事件描述非常详细和惊人，但这并不足以证明这些所谓的水怪真实存在。许多所谓的水怪目击事件最终被证实是由于多种原因造成的误会，例如观察条件不佳、个人主观判断以及对已知生物的误解。但是在水下大约1000米的深处，确实存在着许多大型未知生物的可能性，但由于我们对深海的了解极其有限，这些生物的具体身份仍然是未解之谜。如果水怪确实存在，那它们应该是属于人类尚未发现的新物种，而不是已被科学界充分研究的已知生物。那么，在如此多的水怪传说中，你觉得哪一种最接近现实呢？或者你认为哪一种水怪最有可能是真实存在的呢？好了，本期好奇探索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